第一次见到这种轴承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圈内的间隙这么小，里面的滚珠究竟是咋装进去的呢？起初，滚珠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棒块或者金属丝，直到它被这个大机器无情挤压后，才有了球样。在此过程中，高速球头机会对金属丝施加约10吨的压力，然后几乎每1分钟内就会有1000个钢球掉落，看着是不是相当解压？不过这还只是半成品，想要得到轴承的圈位，它还得经过热处理硬化、研磨抛光等一系列操作。滚珠有了，下面把测量好的轴承内圈和外圈拿出来，在偏心状态下，滚珠很容易就能被放进去。再用分球器将滚珠均匀抹开，最后给它装个保持架固定，隔开滚珠，并套上钢板防尘盖或者橡胶密封圈，起防尘防水的作用。但在加盖之前，工作人员一般还要往里面添加润滑纸，再合套装配，是不是不复杂？还有更省事儿的，比如这种内外圈上带有装球缺口的，在装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会把滚珠放在缺口处，然后用锤子把它敲进凹槽中。这个方法能装的滚珠更多，因此与上一种相比，它的径向承载能力会更大，但缺点是极限转速也会相应变低。深沟球轴承是工业中最常用的一种滚动轴承，又名单列向星球轴承。像汽车和摩托车上的车轮、传动轴承，洗衣机和空调上的转动部件，以及飞机发动机和起落架等部位，都会用深沟球轴承。工作时，滚珠会在内外圈滚道的深沟里快速滚动，并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和较小的轴向载荷。保持架则刚好能将滚珠分开，防止它们相互摩擦碰撞而起热。如此一来，不仅能减少部件损害和能量损耗，还降低了噪音。而除了钢球外，滚动轴承的滚动体还可以是各式各样的滚子，比如这个锥形的滚针和球面滚子。它的安装方法也很简单，先给内圈套上保持架，然后再把滚子一个一个地嵌入到卡槽中，接着再套上外圈，将另一侧的保持架也放上去。等到卡槽上的滚子全部到位后，就大功告成了。